从19年开始，景德镇在大量的寻找像我们这种创作者。一线城市什么的，至少对我的吸引力几乎是没有的。它是一个很好的土壤，你就有心思去研究你的创作了。I came in 2018 and it has been a huge change. 将从八方来，气承天下走。自古以来，江西小城景德镇就有这样的传统。然而近2-3年，从八方而来的年轻人明显感受到古老小城正迅速地发生改变，他们身在其中，不知不觉也成为了浪潮的一部分。我是2018年的时候来的景德镇做毕业创作，在这期间我拜访了在陶瓷书里面才能看到的一些大神，还有很多我一直很喜欢的很多艺术家，他们都在景德镇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来的一个地方。我父母呢想让我继续还是去欧美留学，我就一直在跟他们拉锯嘛，后面就放弃了这个机会。从19年开始，我在景德镇摆摊，就是从父母那里要不到钱开始。我是12年大学毕业，13年去日本石川县立轮岛漆艺技术研究所，名字非常长，日本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机构学习的大漆。18年的时候我过来玩，他们带我去景德镇郊区的一条野河，我在一个下午就学会了换气，躺在水面上也不会沉下去，然后你的头顶是一个参天大树，就这种感受可能在日本是不太可能的。一个极度压抑下的学习手工艺的状态，一下子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地方，心里的那些紧绷感全都被打开。当时就觉得可能来这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。19年毕业之后就搬到了景德镇。我们是传统工艺派，坚持用天然的生漆，像样的器物都要是1年或者半年，我最长的时间3年，理所当然吧，就是赚不到什么钱。我第一次在陶器庄卖首饰的时候，基本上都卖空了，一晚上收入就有1-2千块钱了。我跟我先生也是在乐天吧，我在那边做作品的时候认识的。我大部分的认可其实是来自我先生的，就他一直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很棒的、很酷的一个事情。最早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在一间100多平的一个出租房里，只用其中一间卧室住宿嘛，剩下的房间全都用上了，用来做陶瓷。我们房间基本上都堆满了，连一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。陶瓷生产这么繁复的事情，你挤在一个居民楼里面就觉得很压抑，生活跟工作完全混为一谈，特别的糟糕。工作室的一个改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，我们在陶器砖摆摊的这些摊主呢，是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个政策，它会给我们提供标准化的一个厂房，然后多少平呢是你自己去挑自己去选，3年是免租金的。我有空间可以做创作，然后也可以有空间去生产。小辣椒，我们来找你玩来了。好几天。我的那个邻居他之前是中医，他来景德镇创业嘛。哇，这个很丰盛啊。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经历跟不同的原因来到了景德镇，几百个工作室全部都是免租金的，可以说是创作跟生产都非常激烈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是今年3月份正式入驻的，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去找这边的师傅，然后帮你去完成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角色投入到创作上面去。这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办个展，无限的去挖掘泥土的这种可能性，
2019年，景德镇三宝棚美术馆开启了系列公益展览计划“朋克计划”，寻找挖掘景德镇当代青年艺术家群体，关注独特原创的作品。至今已办了19场展览。28岁的曹唐是策展人之一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胡越的作品的时候，非常高兴，就是那种澎湃的心情，你懂吗？我是景德镇本地人，我的同龄人里面，像我这样出去又回来的，基本上是没有的。我曾经回来的1年半时间里面，我还是想不断出去的。后来我跟青年艺术家接触了，我就觉得，景德镇好有意思。我现在负责展览策划，做这份工作，会觉得特别幸福感。像马特的话，大家都很惊讶于这是外国人的作品，把中国元素诠释的这么特别。他的展览主题叫做镜花水月，是他自己取的。他那个工作室嘛，属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周边地带嘛，即便是晚上12点，他那边还是灯火通明的，所有的人都在非常专心致志的在制作自己的陶艺。My name is Matt Watterson. I'm from Columbus, Ohio, USA. I came in 2018, and it has been a huge change. I think the community of artists here is quite nice, where it's a lot of younger artists. You're just sort of like surrounded and you feel that energy around you. And it's affordable, and I sell in the Pottery Workshop market every Saturday.Most of the money that I make from selling things, I'm putting into new ideas. 如今在景德镇的市集上，看到任何材料的作品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做玻璃、银器、漆器、编织等等的手艺人也逐渐聚集到景德镇。Japan 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漆器，然后 China 就是陶瓷，所以我学习的地方轮岛可以说是 Japan 中的 Japan， 来到了 China 中的 China。像我的对象邱凡之，他学的是石绘这一块，源自唐代的叫墨金楼的一个工艺，现在是除了日本其他地方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这次把它带回来。在景德镇做的第一个客户，他想要一个结婚订婚戒指盒，我可能做了快2年的时间。他的对象姓柳，所以我们就给他提议用柳树来做漆器的胎体。2年甚至更久，他都还是维持一模一样的这种气密度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因为我们按照古法来制作的，1000到2000年没问题。我们有信心这个东西至少可以撑这么久。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做得起，不挑地方的。但是为什么选景德镇，就是你可以交到跟你很像的朋友。比如说我很喜欢去的一间咖啡店，那个老板也是365天都不休息，从早烘到晚，很有热情。你可以在景德镇找到这样的同质性的人。我算我平均1个月花3000块差不多就可以过得蛮滋润的吧。你就有心思去研究你的创作了，研究你的工艺。这么多有意思的人，它的密度太高了。包括我们最近接到的一个单子，离我们家只有200多米。他就是景德镇的当地人，家里就是做这个仿古陶瓷这一块。他想要配非常好的盒子，我们拿出正3院的书来，啪啪啪，他翻了几个，就选这个，是里面的工艺最复杂的一件，眼光非常独特。他不一定懂漆器，但是他懂那个古审美。他说你们想看陶瓷的话，可以去那个御窑厂，最地道的老的陶瓷。它这个透明的，我们能看到它的底款。你去其他的很多，它只是放在一个展台上，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的。御窑24小时开放。这晚，本地人江欣带着朋友逛完御窑，
出来时，月色照映这幢外形灵感来源于景德镇传统龙窑的当代建筑，他突然感叹，这才是景德镇应该有的样子。在跟包括御窑啊、古窑啊、鬼市啊这些对话的时候，你相当于是直接在跟景德镇它的本体在对话，全是这种老屋店的这种海洋里面，跟那些师傅聊这种每一个年代不同的器型啊、不同的画法呀，你在跟陶瓷本身去对话。在景德镇，不管你看到任何的艺术门类，你都不要觉得惊讶，这是景德镇正在真实发生的故事。10年以后，我再回看我这10年的经历，它的整个一个意义对于我人生来说肯定是非凡的。我应该是参与到了当下的这个时代，我们在这些浪潮当中